我连续3年日日泡冰澡喝红花，因为我不敢生孩子。我们锦里一产卵就是几10万个，我是真怕到时候被当成妖妃给烧死。你又背着朕吃避子药，既然你不想生朕的孩子，那就去冷宫里蹲着吧。宋燕之又让我气着了，承宠3年，他就气了3年。我拎着包袱第654回住进了西六宫，好好一个宠妃，住冷宫的频率比去茅房还勤快，连后宫妃子们都开始将我能在冷宫外待几天做赌盘了。这宫里真是不缺吃喝玩乐的人才，只有小喜苦着一张脸。娘娘，奴婢下个月就满20要放出去了，可身在冷宫的人是上不了名册的。奴婢的表哥还在家等着奴婢呢，皇上这么宠您，您怎么就不愿意给他生个龙子呢？我也苦着一张脸，我们锦里实在是生不起孩子啊。我叫冯淑雪，是大昭皇宫里一委成了精的锦鲤，宫里的皇帝陛下啊，偏偏就宠我一人，于是我只好偷偷喝了3年的避子药。宋燕之也就是没见过我们锦鲤下宰是有多壮观，要让他见着了，说不定他喝的比我还勤快。你别看如今皇宫里到处都有锦鲤，那搁3年前，整个宫里也就3条，我们锦鲤可是稀罕玩意儿。可惜那俩没开灵智的俗物经不起激动期的诱惑，一激动就怀了满肚子的孩子。好家伙，生产那天那可真是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乌泱乌泱的鱼苗挤得整个池塘里密密麻麻的。我密孔一犯，瞪着死鱼眼就晕了过去，化身成了池塘边一个湿漉漉的小宫女，被宋燕之捡了回去。小喜的那位表哥大约长得不错，所以他哭得格外的惨。为了安慰他，我只能出卖了狗皇帝。放心吧，最近那些大臣找他找得这么勤快，一定是碰到难事了，他很快就会来接我们回去的。小喜不明所以，这跟来接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我们锦鲤是个有求必应的吉祥物种。宋燕之每次有难事的时候就会找我侍寝，第2天再大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他做皇帝做得那么精明，怎么可能没发现这个秘密？偏偏还要装得对我一往情深的样子，真是个狗男人。果然，中午送来的饭菜我还没吃完，让我回宫的口谕就传了过来。这一来一回的消食，难怪我吃再多也胖不起来。这次的问题应该很棘手。宋燕之的脸色看着阴得厉害，要知道之前每次来蹭我气运的时候，他露出的可都是占了便宜的得逞表情。冯淑雪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当真不愿给我生孩子？这么老生常谈的问题，我想都没想就把头摇成了拨浪鼓。宋燕之没像以往一样气得跳脚，反而笑了。既如此，那冯贵妃便替朕挑个皇后来给朕生孩子吧。我真傻，真的，我单知道这宫里是没规矩的，却没想到能这么没规矩，让贵妃选皇后。宋燕之真是怕我死得不够快，可她是天子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先去忽悠老熟人接手这个烂摊子，他们上位了，总不会为难我。1号种子选手淑妃姐姐又像家的大家闺秀，边吞糯米糍边看傻子一样看着我。我是不是没告诉过你，我娘是丫鬟爬的床，让我当皇后，你真当陛下不要面子啊？而且皇后要陪着陛下10不过3，你就放过我跟天下美食吧。1号选手足鱼吃，2号选手静妃姐姐，大将军家的嫡女，她一手摇着头子问我，做皇后还能打牌九吗？3号选手陶美人摸着小丫鬟的手笑得好不欢快，比起陛下，妾更喜欢姐姐呢。我彻底沉默了，整个后宫拢共就这么几个人，吃喝同赌这是占全了呀。难怪皇帝这3年就紧着我一个人耗，倒是小喜这丫头为了出宫握着拳头斗志昂扬。娘娘，我们自己上吧，那可是皇后啊，除了陛下您最大。曾几何时我也发过这种梦来着，可后来我只觉得这个梦好傻。我真心爱过宋燕之，可我们小姑娘谁还没遇过个把渣男了？我从有灵智起就是住在皇宫里的，那时候宋燕之还是个14岁的孩子，继后垂帘听政，外祖家被陷害灭门，没同伴没家人，整日里只能跟我一条鱼一起吃饭。他对我很好，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御膳房的手艺把我的嘴养刁了，以至于如果他不来喂我，我宁愿绝食。后来他得知锦鲤喜欢活水，还开了自己的私库给我改建池塘引活水。对着别人他总是沉默寡言，可只有我们俩的时候，他能喋喋不休一整天。讲的最多的还是他的理想抱负，他想做大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明君，我觉得他好酷啊。3年，我看着他从青涩少年逐渐沉稳内敛，见证了他的开心难过。他给吃给住还给陪伴，我一条初出茅庐的鱼，动点心怎么了？宋燕之捡到我那天，他正心情大好，垂帘听政的太后病入膏肓，所以他将我就走，只当是做善事还愿。醒来的我讲不出来历，但他也没太在意，帮我做了公籍，还给我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冯淑雪。御前伺候的日子是真快乐啊！我不再是一条鱼了，伺候换衣的时候我可以触碰到他，给他回话的时候他也能听见我的声音，再不是独角戏了。唯一可惜的是，作为鱼的我消失了，他很伤心，偶尔会一个人待在水边发呆。我们鱼离不开水，成了精的每月15也要回水里泡一泡。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还在，我每次都藏得很隐秘。然后我就听见一把上了年纪的声音对他说：“那条锦鲤不见了，真是可惜。微臣掐着算着，他许是开了灵智的，若能化形，与陛下双修，必可大大增强陛下的气运，祝陛下早日亲政。”宋燕之回了什么话我不记得了，因为我满心满耳都是那句双修可以增气运。我当晚就裹着薄纱藏在了他的被子里。
宋燕之掀开被子看到我的一瞬间，双眼赤红。风书雪，你大胆！我吓得委屈落泪，他沉默半晌，替我擦了擦泪，轻轻在我耳边叹了口气。生为同事妻，死为同学臣，书雪，我会对你很好的。那夜红烛摇晃，难怪人家说鱼水之欢，鱼真的很欢喜。等我弄懂了那2句诗是什么意思后，我更欢喜了。原来他在跟我承诺同比肩共白首，我的心酥酥麻麻的，才知道有回应的爱是多么让人沉醉。于是我更努力的让他多来我宫里，把气运多多传给他。我想让他做一个不用皱眉头的皇帝。3个月，他把我宠成了朝野群臣口中的妖妃，满后宫只有我一个女子，每天参我的奏折多得像雪花一样飞到他的案前。我宠妃的地位依旧纹丝不动。我从小听着路过的太监宫女嚼舌，所以对宫斗熟悉的很。我知道他是在把我当迷惑太后一党的烟雾使，但我甘之如饴，因为我信他风波平定后会让我更正大光明的站在他身边。撒娇打闹的时候，我佯装无意再次确认：宋燕之，我是你的谁？他目光灼灼，语调坚定。书雪，你信我，我身边的位置只会是你的。我以为那是一个帝王最郑重的承诺，也是我们最默契的心照不宣。很快在我气运的加持下，太后的身体和视力都双双衰弱，慌不择路的他们选择送给宋燕之一杯烈性酒，好送新的女子入宫，却不小心被我喝了。那天是15，我撑不住化成原形倒在了他书房的小池缸里，也听到了一些不该听的话。陛下，太后如今已是强弩之末，书雪姑娘的任务也算完成了，您切切不可让她对不该肖想的位置动心啊。国事多虑了，皇后的位置朕自有打算。他话语冷漠平静，是我从没见过的宋燕之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帝王的逢场作戏，也是我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宫女，利用完之后确实也就没有价值了。我觉得自己真可笑，不过几句语焉不详的誓言，就哄得我恨不得献出自己的所有。我痛得想把心连根拔起，但即便这么痛了，我也想跳出去问一问：宋燕之，你有苦衷是不是？拜托，请你，求你，一定要有苦衷。可能是老天爷看我太可怜了，立刻就给了我答案。陛下，请您不要忘了，当初您跟微臣承诺过，借完他的气运便广纳后宫，臣才逆天而行，强行施法让他化了人形。我悬着的心彻底死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局。从我初开灵智就开始的局，真是够狠够有毅力，陪着一只鱼也能演3年的戏。被伤透心的我只想彻底逃离。我对宋燕之开始越来越敷衍，而他从一开始的焦急追问、歇斯底里，到逐渐妥协接受，3、5不时间歇性纠缠。有时候我看他一个人演着情深似海的戏份，甚至觉得可笑。真这么爱我，后面那几个姐姐妹妹又是怎么选进宫的？之所以现在还跟他同床共枕，只是因为我要准备搞事业，跃龙门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彻底逃离皇宫这座囚笼。我这么个跟凡人本事差不多的精怪，除了化龙也没其他办法离了皇宫还能活得这么滋润。每7年开一次龙门，龙门远在洛阳孟津，为了以示虔诚，需要各地的鲤鱼精从水路游过去。可是我灵力低微，从这里游到洛阳，小命都得累掉半条，更别说跃龙门了。直到我发现了增加灵力的秘密，一开始我只是觉得每次承宠过后骨血都异常暖和，还以为是心理作用。好巧不巧，我在藏书阁找到了一本关于鲤鱼跃龙门的书书，最有用的就是讲了一条捷径：天子天生带有龙气，鲤鱼与之双修可以增加灵力，大大提高跃龙门的成功率，让每次事情都推三阻四的我彻底心动了。凭什么只许你宋燕之把我当转运的吉祥物，老娘也要把你当炉钉石？就这么各怀鬼胎的假宠妃的戏码演了近3年，直到最近，宋燕之越来越执着的让我给她生孩子，这次甚至拿利后来吓唬我。我的修炼到了紧要关头，也就是半年左右的事，就可以动身往洛阳游过去。本想着从熟人里选一个糊弄，但眼看着一个也顶不上纲，新的选秀看来是势在必行了。不过该说不说，新秀女里还真有一个我十分相中的奇人，是晋国公家的嫡女，名叫蒋庆，出身大族，样貌端庄，实在是做国母的最佳人选。最重要的是她长在洛阳，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修道访仙。据她说7年一次的鲤鱼跃龙门，她可是亲眼看过的。这可不就是上天送我的向导吗？我心花怒放的把她的画像送到了宋燕之的案前，为了突出她的美，我把长相排名前30的全扣下了。宋燕之拿起画像看了看，皱了皱眉头。你就这么喜欢蒋静？活地图啊，那我能不喜欢？陛下也一眼就相中了蒋姑娘吗？臣妾果然是会选的。您看她家世显赫，人也大方，陪您再合适不过了。开国元老家的闺女，我就不信你能挑出4。果然，她只是低头愣了一会儿，再开口就平静地接受了。既然贵妃觉得好，就先让嬷嬷教着规矩吧，朕有空去看看。目的达成，我一刻也不愿意多等就告退了。走到门口，传来她低沉的声音：舒雪，既然这是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。莫名其妙，明明是自己说要选皇后的，锅也能推给我，不要脸！我心情郁闷地回了宫，小喜就挤眉弄眼地过来了。娘娘，蒋姑娘来了。宋燕之说你在她面前卖力夸我了，让我来给你道个谢，这是我带进宫的东西。
西，你看着挑吧。蒋庆秉着一张大家闺秀的脸，讲出来的话却淳朴的让人欢喜。我两眼冒光的看着那堆东西，全是我们锦鲤修炼的宝贝，皇宫的库房里都找不出这些好东西。蒋庆叹了口气，唉，宋燕之真惨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一直都在直呼那位皇帝陛下的名字。你们以前认识？我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。我小时候在宫里住过1年，这些年我们偶尔也会通信。这次选秀也是他拜托我来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尽量帮你的。帮我？他能帮我什么？我看着他说完就走的背影，冒了满头的问号。不过有一点我弄清楚了，这两人定然交情不浅，大抵就是宋燕之自己中意的人选了，还搁这儿假装不乐意。但很快，他们的交情满皇宫都知道了。娘娘，蒋姑娘进了御书房1个时辰了，那可是御书房，陛下居然免了她的规矩，连教养嬷嬷都被赶走了，还分给她离御书房最近的清无院。这是要告诉满皇宫的人要盛宠她啊！刚进宫，这特殊待遇堆得都快冒出来了。小喜看着我只顾吃瓜，一点也不想争气的样子，终于使出了他的杀手锏。娘娘，你没发现午饭少了一道阖家团圆吗？御膳房说如今这时节秋菜少，旁人也要用，怕是不能经常给您做了。那个旁人是谁？您现下该知道了吧？秋菜可是与我们锦鲤有大大的益处啊！抢我的菜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我一拍桌子，宋嫣之，吃你口菜都这么计较了，我跟你没完！吓得小喜赶紧来捂我的嘴。我的娘娘哎，小心隔墙有耳，这种小事哪值得陛下注意？还不是御膳房那群狗眼看人低的，踩着您去讨好新主子。行吧，今晚宋嫣之过来的时候，我演得认真点。自从我俩崩了以后，宋燕之过来的时间就很有规律，每逢3逢5逢8，他一定会来我宫里。他是个勤劳的皇帝，来后宫次数有限，凭良心讲，的确全贡献给了我。今天恰好逢8，我故意把御膳房送的菜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想告点小状，狐假虎威一下。可惜从点点繁星等到月上中天，那只老虎却没有来。小喜让人去打听了几次，听说陛下留蒋庆在御书房用膳，还要了上等的梨花白。一代新人换旧人的速度就是这么快。至于我吗？当然是吹灯睡觉啦。不相干的人何时有什么好摆在心里的？那些不长眼的，大不了我自己处理。谁离了谁还不能过了？半夜我被脱衣声吵醒，闻着空气里淡淡的酒味，起床气发作，一脚把他踹下了床。宋燕之，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癔症？他看着酒喝的有点多，坐在地上怔了大半晌，才眼神发亮的看着我。贵妃刚刚叫朕什么？语气里满是期待。我望着他，起床气也散了，意识到把自己给噎住了。他踉跄了下，爬起来坐到床边，拽了拽我的手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这几年我们都没这么亲昵过。我不自在的把手拿了出来。臣妾一时睡迷糊了，陛下不要见怪。他欺身上来吞没了我的话语。时辰来不及了，数学乖，不要乱动。迷迷糊糊睡去之际，有人好似在我耳边说着，原来你还会吃醋，原来我还没有输。我怀疑蒋庆的确是个高人，起码是个精通追踪术的，不然怎么那晚以后我走到哪儿，他跟宋燕之就出现在哪儿呢？今天更绝，干脆就让我撞见他们在长亭里手捉着手恩爱作画。不是我说，一国皇帝这么闲，我们大招怕不是要亡国了，就是演技嫩了点。男爵的眼神老是往我这边飘，女爵的表情又僵硬了点。笑话，宋燕之的醋小杂鱼都不吃。不出所料的，晚上他又来吃饭了，已经连着1个多月了。今天在长亭碰见的是你别多心，他在宫里没熟悉的人，我们认识多年，我就是陪陪他而已。宋燕之假装无意的说出这些话，我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，摆了摆手，不多心，您随意。他看我吃得开心，又给我夹了一筷子秋菜。你爱吃的多吃点。是的，托他的福，秋菜又回到了我的餐桌上，我一点不客气的全部送进了肚子里，等着今天他又要给我讲什么好玩的故事。这1个多月来都是这样的，为了掩饰演戏的尴尬，他都会迅速讲个朝臣的八卦缓解气氛。你别说，他还挺有说书先生的天分。不过今晚这个八卦可能有点沉重，他放下了碗对我说，最近有空多陪陪淑妃吧，发落他爹也就这2天了。我惊了，淑妃可是我最亲爱的饭搭子，那么好的人，就是画聋了我都会替他祝福。我问道，又想办什么事了？宋燕之面色沉重，贪污赈灾款，按法必诛。我张了张嘴，还是把求情的话咽了回去。你也别太过担心了，佑香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父亲，强迫虐待他生母，甚至曾经试图把他送给足以做爷爷的人为妾。他进宫本来就是想看佑香垮台的。佑香真是个全品种的人渣，我气愤地放下筷子。这种败类，你明天一定要早点来告诉我他下场有多惨。偏偏第2天宋燕之被事情绊住了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我被好奇心勾得抓耳挠腮的。小喜看着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您和陛下这样看着真恩爱，我只是想吃个热乎瓜而已。我的婢女一天到晚都在脑补什么大戏？小喜好像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一挑眉。是吗？您真的只是关心淑妃娘娘吗？那这些天陛下但凡稍微迟一会儿就皱眉的人是谁？我支支吾吾道，饭点等人当然会焦躁啊。越说我声音越低，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劲呢？正疑惑着，宋燕之走了进来，我熟练的给他换好了常服。我终于知道不对劲在哪儿了。我为什么要帮他做这些这么家常却又显亲密的事？我狠狠打了爪子2下，教你手欠。宋燕之疑惑的看了看我，怎么了？等饿了？小喜，赶紧传膳，没看见你主子都饿急眼了吗？说着又拉我坐下。淑妃家的事已经尘埃落定，他爹秋后处决，你
让他放心，我会安置好他娘的。他絮絮叨叨的又说了很多，的确是像小夫妻拉家常，甚至比我们蜜里调油的那3个月看着还亲近。我突然将自己从甜蜜中拉回。冯书雪，清醒点，别忘了那些过往有多疼。为了谨记教训，我决定去御书房的鱼缸游一圈，再回忆一下当时的心痛。但不巧的是，我才刚溜进去，宋燕之就回来了。我只好找了个书架躲躲。皇帝一批起奏折就废寝忘食的，我只能扣书架打发时间。结果还真让我扣出了好东西，一本看字迹像是宋燕之小时候做记录用的小册子。我津津有味的开始翻看。母妃，今天他又跟我说话了，我就知道上次我没听错，他真的是在安慰我。他说既然被我抓住了，就允许我每天偷偷去找他聊半个时辰。虽然我觉得时间太短了，但还是很开心。咦，小小年纪就惦记女孩子，不学好。母妃怎么办？他说他想去问道修仙，我不想他去。母妃，你能不能显灵告诉我，怎么才能留住他？听着怎么这么像蒋庆？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舒雪，他说他喜欢。母妃，他走了，我偷了他很重要的东西，你说他会不会怨我？原来舒雪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，合着不止把我当烟雾弹跟转运珠使，顺带着我连替身都当了。宋燕之欺负人也不是这么欺负的，真是不争气，重来一次，还是好疼好疼。我抹了抹掉出来的眼泪。宋燕之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，今晚我就要出发去洛阳。动静太大，宋燕之寻了过来，既然决定走了，死我也要死个明白。那个人没有名字，所以不会是蒋庆。我举起册子问他，宋燕之，回答我，这个你真的想叫他舒雪的人是谁？他也定定地看着我。不如你先告诉我，你如今反应这么大，是不是在吃醋？是不是还在乎我？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吃醋吃醋！宋燕之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些天你跟蒋庆是在演戏吗？你又不爱我，你管！福至心灵的，我看着宋燕之一点也不惊讶的样子，突然想通了一些事情。你就这么爱他，爱到哪怕我这么一个替身，也愿意花这许多心思来哄。宋燕之，你真残忍！恭喜你，你又赢了。他笑得百味杂陈。即使我赢了，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你，你能不能为了我放弃那个可以脱胎换骨的龙门，陪我长长久久的做一对凡人？我忍不住吃了一声。你骗鬼呢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跟你有这么多过往？不对，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跃龙门的？他握住我的肩。那你问问自己，你记得是怎么进宫的吗？我也彻底不装了。你早就知道我是条鱼了，那时候我还没开灵智，不记得有什么稀奇的。他抬手从旁边的书架上又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，里面堆得满满的都是一条鱼的画像，只是笔触看着还很稚嫩。他一边翻给我看一边说，你是母妃带进宫的，母妃去世以后只留下了你一个活物，我便把你放在了卧室养。她下葬那天，你看我太伤心了，第一次开口跟我说了话。整座皇宫都是那个女人做主，我没有亲人，也没有亲戚，只有你是我的，只有你肯听我说那些害怕委屈和抱怨。可13岁的时候，你突然告诉我你要离开了，因为你们锦里每7年就会被清空一次记忆，你会把所有的事都记在一本书里，但是里面不会记录我。你说锦里的使命是要越过那道高高的龙门，你已经跟我牵扯了太多的因果，下一个7年要专心修炼了。我追问道，那书呢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书？他难堪地摸了摸鼻子，因为被我偷走了，我太害怕了，怕你真的一去不回头，我连你化成人形的样子都没见过。我想如果下一个7年我从第一天就对你好，你会不会愿意为了我留下？我撅了撅嘴，你胡说，那晚就在这里，我明明听你跟老国师说你只是为了转气运在跟我演戏，你少拿故事来诓我。宋燕之疑惑地思索了好久，他才恍然大悟，所以你突然开始疏远我，就是因为那几句话。冯书雪，你甚至都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就判了我死刑。他看着太伤心了，我不自觉的就心虚上了。那你现在解释吗？这次轮到他的声音带了委屈。国师不同意我娶你做皇后，他老人家那时候已经重病缠身，为国为民了一辈子，我怕他走得不安乐，才顺着他的话说了2句。我怎么知道你也在？我沉默了。这里有简单的我3年来的伤心难过像个笑话。我开始无理取闹。那你可以告诉我，而且当时你也没问我为什么突然冷漠。宋燕之更委屈了。我没问吗？问了你也不说，我只能自己查。等我查到你在修炼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彷徨吗？你以前就是谈起要画龙就满眼闪着星星，甚至不惜丢下我。那本册子上也是记得全是修炼窍门。好不容易我昧着良心偷了册子，把你养得爱上我，结果好日子还没过几天，你就又开始偷偷修炼了。书雪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那时候我以为在你心里画龙真的比我重要。若有一天有人让我在你跟百姓之间做选择，坦白说，我也未见得会选你。所以我想，我是不是该尊重你的选择？原来我在他心里竟然能拿去跟天下苍生比一比。哇的一声，我像八爪鱼一样抱住了他，抱得要多紧有多紧。他也紧紧地回抱我，声音还是带着一丝忐忑。所以跃龙门你不去了是吗？我用力地点了点头。不去了，再也不去了，还是让那些孤家寡鱼去吧。情绪平复了，我想起另外一件大事。可是怎么办？我7年就会清空一次记忆，明年就是第7年了，万一我忘了你，又一心画龙呢？他温柔地帮我清理了脸，刮了刮我的鼻子。所以我请了蒋倩来帮忙，他是老国师的关门弟子，道术高深，他也能为你变成人护法，变成人，你自然就不会再失忆。变成人？你是说他能把我变成一个凡人？宋燕之脸色发红地咳了咳。不是他，是我能把你变成凡人。说着，他起身抽出了一本书，指给我看，上面写着：一定不能给皇帝生孩子，真龙骨血霸道异常，会把我们锦鲤变成凡人。好家伙，原来我们锦鲤变成凡人这么容易，果然上苍是公平的。种族虽然废物了点，但给我们设置的障碍也少呀。
行吧，出走半生，归来还是卡在了下崽子，上面还具体的写了吸收龙气的最佳日期，逢3、逢5、逢8，难怪宋燕之每个月这几个日子都雷打不动的来我宫里。我瞟了瞟她快要红到后脖颈的脸，不自觉的笑开了花，原来她真的这么爱我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给她生个孩子吧。不喝避子药了，再加上宋燕之的勤劳，我很快就怀孕了。可是我依旧很担心，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经常半夜被生了一缸鱼的噩梦惊醒。宋燕之总是调笑着安慰我，生锦鲤怎么了？你不也是条锦鲤？你放心，皇宫里多的是池塘，生再多条我们也养得起。就这么闹着闹着，我的肚子在一个春日里发作了，撕心裂肺的疼痛里，我悄悄向上天祈求他给我一个正常的孩子。我知道宋燕之已经从宗室里找来了一个出生儿，以防万一，也知道哪怕真的是生了一缸鱼，我们也依然会爱他们。但哪个妻子和母亲不希望丈夫子女的路更顺畅一点呢？东方露白之际，耳边终于传来了蒋庆惊喜的声音：舒雪生了，居然是3胞胎，2儿1女，你跟宋燕之可真有福气。小雪很快就把孩子洗干净抱到了我床边，喜笑颜开的对我说：娘娘，您真是把陛下吓坏了，他居然在跟太医院讨要男子避子药的方子，说以后再也不让您受这个罪了。我看着大步流星满头是汗走过来的宋燕之，再一次确定，此生我只想在他身边，让他做一个不皱眉头的皇帝。全文完。